大哥，韶华，哎呀，我的韶华回来了。大哥，还好吗？我好得很呢。小宝呢？他在当学徒，1周回来1次。宋平呢？他在王掌柜那儿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想带你们去上海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没有的事儿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那时候3掌柜找过我几次，只说了要买迟春堂，根本就没说万灵丹。再者，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，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的确是卖了，但不敢跟你说呢？不会，那个凭证我都看过，上面只写了迟春堂的招牌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。而且只卖了160大洋，根本不是什么180大洋啊。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？你还能找到吗？哎呀，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，去哪儿找去？大哥，要不咱们就再找找。哎呀，的确是找不到了。哥，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？没有。那周燕的呢？也没有。要真是找不到的话，我就跟你回上海。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，我就跟他拼了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哥，别着急，就算找不到，咱还有别的办法呢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凭证不是1式3份吗？咱有1份，夏元有1份，安克堂那儿还有1份啊。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，安克堂也关门了。但人总能找得到吧？只要咱找到雷玉婷，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。雷玉婷，民国19年就死了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大爷，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，这还有吗？都在里边堆着呢。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大爷，帮帮忙。跟我来吧。哎，都在这儿。好。是这把钥匙吗？别搞错了。不会错啊，上个月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。哎呦，开啊！好。你们自己进去找吧。好。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真的怪。要不这样，哥，你去那边找，我在这边找，咱们先从民国5年找起。好。跟我差不多高，眼睛很大，很瘦。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？姓周。哎，对。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死了。民国6年，少华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看。咱们去那边去，走。好。哥。就是这份。现在眼下的状况对少华非常不利，必须把水搅浑。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，
就说是周律师和周燕的，双方没办法辨真伪，法官也无法判断。不用了，文大哥，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，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。那太好了。夏老板，楚小姐，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。夏老板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可这要一开庭，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。主审官，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，我方请求法庭判定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原药庄，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原药庄。被告律师，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，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？法官大人，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，没有证据不要乱说。被告律师，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？法官大人，首原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，立此卖契为证，一式3份，利契人、执契人安克堂各据1份，利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。大家请注意，2份契约非常相似，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6个字。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，要么已经去世，相比之下，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。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，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2人的。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揍你！6个按手印的人中，3个已经去世，1个下落不明，但是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，并且就在法庭上。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。鉴定就鉴定，谁怕谁啊？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楚小姐，同意现场鉴定吗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上当了。上当了？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，应该是假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，就等着我们去拿呢。法官大人，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。你们是不是心虚了？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我方请求暂时休庭。那怎么行？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。安静，请证人高千亿。证人，介绍一下你的身份。我叫高千亿，是首原药庄的2掌柜。呈证据。取指模。法官大人，其实不必取指模，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，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，而我
10个手指头都是簸箕，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，才是我的指纹。但是，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，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，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。高天一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结束再说。高先生，谢谢你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，为我仗义执言。其实啊，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，手段就很下作。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，那就太没天理了。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，才站出来的。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，虽说无奈吧，但也是出自自愿。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守元药庄啊，一直只做生药批发。民国5年，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，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，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。与此同时，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，打了数年，难分高下。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。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，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。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。哟，这么早就送过来了？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，把你大哥人赃并获，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。由此，他便收服了杨三爷。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，欠下了高利贷，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。正是。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，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，等该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却失踪了。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，戳穿了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中啊。哎，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，他心中不忿，便卷了一笔钱逃了。二牛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。我该上船了。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？哎，没什么打算。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，着实累了。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。万灵丹是保住了，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你也不用过于愧疚。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，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、师徒之义呀。当然，也舍不得那份俸禄。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，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。是为什么？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。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，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我虽庸碌之辈，但是这国家安危、民族大义，高某绝不会含糊。先生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，石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。楚小，楚老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告辞。
馄饨。啊，谢谢您。他固定会在周3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。一个人？是，我去看过了，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，动手也方便。白小姐，你说你这么年轻，又这么漂亮，何必非要在夏元身上浪费青春呢？我不是这样想的，相反，我跟夏元在一起，能得到很多。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元，这2万大洋就是你的，2万，外加1辆轿车。哇！你离开夏元，你能得到20万大洋，外加1栋洋房。这么钱啊！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教训他！打！哎，这小贱蹄子，你还敢欺负他夫人？给你点教训！你知道什么干什么？打死你！既然愿意挨，那就成全他！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再打报军不罚了啊！大哥，别忙了，看看我。哟，这怎么弄的呀？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，上来就打呀！淑芬弄的，咱里面说话。不去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说。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，这事儿你得管啊。我管，我肯定管。你这样啊，你先去趟医院，去最好的医院，钱我出。哼，这是钱的事儿吗？我挨打了，你看清楚啊！我挨打了，我被人欺负了。我知道。你想让我怎么办啊？别工作了，放下手上的事儿，陪我去医院。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，我去不了。你还开什么会呀？我都这样了，我被人欺负了。我最近已经很烦了，你别再给我添乱了，好吗？是我给你添乱吗？你给我弄清楚，添乱的人是你老婆。好，这样，这个你先拿着啊，先去趟医院，然后去百货公司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拍皮心差这么点钱吗？你到底要不要？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？老板，咱该走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不怪我。夏元，没有伤到筋骨啊，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。我要跟他分开。你想清楚啦？我寒心了。我支持你。少华，我无路可走了。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。现在回来还不晚。啊，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，用他的钱再借他的势去做个生意，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。哎，你说，他老婆容不下我，我想到了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。这条路走不通，咱就换条路走。我哪还有路走啊？我年纪已经大了，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。做生意吧，我也没有本钱。去做工，我又吃不了苦，人我也嫁不了了。就我这名声，没有人会娶我。哎，我总不能去当舞女吧？二妞，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？跟着你一起干。你能帮夏元卖药，也就能帮我卖药啊。我能帮到你吗？来少华制药厂吧，做副总经理，专管销售。除薪水之外呢，我给你1成的股份。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，钱你早就给够了。几年前，我准备要开办少华制药厂的时候，缺一笔钱，
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花了8万大洋，买了我价值4万大洋的房子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那人是你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这个人呀，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。然后我就查了一下，果然，不是馅饼，也不是陷阱，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没说嘛，我就也一直没有捅破。现在，也是我该对你还这份情的时候了。但你这份情，还的太多了，一点都不多。如果没有你这8万大洋，就没有我现在的韶华制药厂。而且咱俩10多年的友情，不是钱能买衡量的。来我这儿干嘛？你就算帮我。但是韶华，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。夏园这个人呢，虽然唯利是图，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。你跟他这么多时间，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。下一步啊，我要开办分厂，还要研制新药，我需要你。你就不怕夏园把我给带坏了？不怕呀。他带坏了，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。好，我跟你干。太好了，咱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咱俩在一起，风风雨雨这么些年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。老板让你盖你就盖。大掌柜，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？老板有老板的考虑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我这心里别扭。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？哼，快点盖吧。大掌柜，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？日本人不进来，大家就得死，死就死，这都什么世道了？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嘿，说得轻巧，你我都是50上下的人了，没机会了。那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嘛。你能回得去，我回不去了。行了行了，来，快点盖。这就对了。大哥，老高，你在这儿，老板让你收拾收拾。下个月得跑一趟华北、东北。去做什么？去把之前封掉的分号、分店恢复一下。首元药妆有救了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这么说，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。我跑了一圈下来，发现啊，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，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，至少30%。太好了，楚经理，刚刚送来的您的信。哦，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，回头你看看。怎么了？这是个匿名信啊！姐，夏老板找你，人在石春堂。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，把赤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。这件事情，你应该知晓吧？不对吧？这在我记忆里，他们只是把池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，没有万灵丹。是。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，但你娘跟我说，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50大洋一并出给我。我其实并不太想要，但你娘言辞恳切，我一心软，就多付了50大洋，也一块买下来了。老高和易大金当时都在场，他们可以作证。我跟娘去那个首元药妆找了那个3掌柜，本想着吧，抬抬价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好像知道咱们家急用钱，死活就给180个大洋。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，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。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我娘和我大嫂，为何从来在我面前没有提起过呢？
还有我大哥，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，也是一字未提啊。no， 从没提过。对。啊。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，我无从知晓。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，楚小姐忘了。也或许是夏老板一时兴起，杜撰了一段往事。看来楚小姐是不打算认这个账了。嗨，这子虚乌有的账，我为何要认呀？没关系，凭证都在。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，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。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？是这样，当初这配方呢，只掌握在你哥手上。立约的时候，你哥又被拘押着，你娘收了钱，但没法把配方给我。可后来你哥出狱了，但我又因误信下属之死，无暇顾及此事。再后来生意繁忙，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不前段时间吗？老高逃难来上海，把守源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，这才想起此事。那这么说，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。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，但还好凭据都在。这次来找楚小姐呢，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，方显契约精神。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，但却很难让我相信。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？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，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。好，那你嫂子的手印呢？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，以及安科堂雷玉婷的手印，难道还能有假？做一份假的凭证能有多难呢？你这个女人！哎，红念，楚小姐啊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万灵丹能有今天，除了配方神奇之外，更离不开你的努力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愿意让渡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，一半哦。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，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。我的诚意，我的诚意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，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只能法庭见了。悉听尊便。好。一旦上了法庭，你的权益就是零。行了，见好就收吧，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！不就是万灵丹火了，挣钱了吗？所以想来分一杯羹。人家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，他想要的是一半。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？现在还无法判断。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，那我们就一口咬定它是假的，他也没辙。唉，现在一大金下落不明，但是夏元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，就怕是法院的裁定可能会偏向他们。上面写的几号开庭？15天后。哎，二妞，你帮我个忙，去找一趟周燕，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，拿到他的手印也行。没问题。陈慧，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。好。你要回去啊？嗯，我想回趟齐州。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，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。回去之前，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。好，幸会幸会。哎，高先生，楚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你。您找我有事？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，我娘当年卖池春堂招牌的详情。哎，我记不太清了。您是记不清了，还是不方便说呀？随您怎么想吧。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万灵丹卖给了夏老板，
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。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，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。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，他更清楚。好久不见，顾小姐。我全力支持。朱经理，哎，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，希望能够特别照顾，3天之内给他出货，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。老朋友。你好。你好，楚小姐。我姓顾，是润华商行的职员。顾小姐，你好。我们之前见过，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。是，老朋友。阿梅，少华，民国16年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，我还以为你因为同志救援及时，我侥幸躲过了屠杀。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。来，坐。太不容易了，死了这么多的人，你们还依旧坚持着。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：矢志不渝。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，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。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？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，如果1个月之后才能交货，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。没问题，3天之内肯定出货。谢谢。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，就随时跟我说，我分文不取。不行，我们商行有规定，必须公平买卖。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。好吧。这批万灵丹，请发往这个地址。你只管交货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明白。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，除了一家总店之外，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、医疗器械、食盐、煤油，还有土特产等等。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，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。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，但他又在香港、汕头，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。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、永定、上杭、汀州，这不傻了吗？我找文之秋，他人现在在哪儿？这开药行太辛苦了，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，是吧？如果你们有之秋，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。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？这么突然，有事过不去？没有。那是想我？我可担当不起啊！这要是让人误会了，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。哼！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？自从我们俩断绝关系后，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，我的路变宽了，天空都大了，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。楚小姐，求您了，回去吧。你确定？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，对吗？
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？对，认识你10多年了，你把我骗得太惨。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些东西跟知秋，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。你够厉害的！我今天晚上来找你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。舒小姐，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，还好过一场。就算分手，也不用口出恶言吧？是啊，就是。张老板，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，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，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。文先生，您到底干了什么呀？而且你问他对我干了什么？文之秋，以后别让我见到你，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，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，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就好好开你的厂，卖你的药啊！还有，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10万大洋啊！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，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。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。志秋啊，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。文先生，您的货都在这里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看一下啊。这个，咱们对一下啊。大概什么时候上船？手续办完就上船。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？1周左右。我们这批药很重要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！放心吧，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，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。曼丽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？全部开箱检查。你们这不合规定吧？刚都检查过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曼丽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，我们必须严查。刚都检查过了。查仔细点，轻点啊！这不查仔细了啊！喂，兄弟，轻点啊！这不能摔，我自己一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，行吗？嗯。你看啊，是吧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就这些，货不错呀。那边看仔细点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多过分。哎，老大，货没问题。去那边看看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箱子打开。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！今天让我在这啊，在这见到你了。谁？我哎，你说谁啊？你这疯女人！你骗了我的身子，还骗我的钱！我今天要给你对！哎！他说他是变分厂的小开，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。他还说他是个单身，其实他下有老婆，上有老婆。那我，你这疯女人！我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不管了啊？住手！我是什么东西？你说。再说开枪了！不至于啊！长官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就是一个负心汉。我们执行公务的，没空管你破事，滚！我再不走我开枪啊！对不起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。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。走去！不是，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。别管，慢走啊。老板，一碗小馄饨。哎，好的。老板，放这啊。谢谢。万灵丹的效果很好，我们准备继续订购，没问题。另外，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，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，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？可以。你们需要哪些西药？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。西药到上海之后，请改一下包装，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。明白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你慢走。
此时此刻，我们都很好奇，舞会马上开始。那么，白小姐的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？为了表达感恩之心，我要拍卖第一支舞，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。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！那么，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，起拍价50大洋，我出100大洋，200大洋，200大洋，第一次，300大洋，我出400大洋，500大洋。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，500大洋跳支舞，500大洋第一次，500大洋是第二次，这表演迷术，500大洋，1000大洋。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，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？1000大洋，第一次；1000大洋，第二次；1000大洋，第三3000大洋，3000，多少？3000大洋，3000大洋，第一次；3000大洋，第二次；3000大洋，第三次。我宣布，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。这位小姐，请你给大家说两句。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，这3000大洋，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，用以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。谢谢。感谢这位小姐，也感谢白冰心小姐。你今天穿的好漂亮，为了穿下这衣服，我3天都没吃饭。光照社会，那今天真的是你生的？怎么可能？我这种人啊，连出生都不配，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？接下来，我宣布，那今天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现在生日快乐。好久都没聚了，趁着今天这机会，咱好好聚聚。好，走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谱跳舞了？这舞有什么好跳的？但是这儿还有好多人呢。再多人，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？走吧。所以我说啊，你想走就走，你不用管那些人呐。二妞，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。走。少华，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，最后一次在启州逛药市吗？记得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园的那次，咱们两个说的话？少华，你看她的衣服边镶金线了，还有她的耳环，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！哎，戒指上面有宝石吧？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，我死了我都愿意。我今天的穿戴，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，而你，也成为了和夏园一样，可以平起平坐的人物。这么说来，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。你满足吗？当然不，我也一样。你还想要什么？难道你想做夏夫人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二妞，生日快乐！曲小姐，请留步。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楚小姐，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楚小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？当然有，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。啊，楚小姐，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，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，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你呢，也别先忙着拒绝我，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。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，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。不用，小村先生，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，你想想，我可能跟你合作吗？楚小姐，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，
那也是生路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在提醒你，你们中国人呢，勇于死斗，怯于攻战。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，3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邱小姐，你应该提前预判，并且为将来布局吧。小村先生，如果中日双方必有一战，那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，这就是我的预判。还有，你的领带歪了。